这里是鸡冠山休息站，可以免费停车，登山口也是在这里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雨林老爬。今天早上我们来燕巢区爬鸡冠山。鸡冠山是阿里山尾林，鸡冠山的主峰约247公尺，副峰也差不多的高度。另外立有一颗叫金山的土地调查局图根点，其高度为211公尺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雨林老爬。今天我们来燕巢区登鸡冠山。我们今天要走的路线是从鸡冠山休息站这边开始出发，来到麒麟尾，登鸡冠山，再走这里下来，绕这样子。这里有一个金山的图根点，这样绕过来走回去，大概路线是9字形的走法。鸡冠山休息站可以免费停车。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一处大岩壁，这里就是所谓的麒麟尾。登山口在这个方向，我们由这个步道走上去。鸡冠山为呈东北西南方向的巨大薄层石灰岩，高度海拔约200公尺，前后长度约1公里，厚不过6公尺，外形独特，蔚然耸立，顶端因差异侵蚀分裂成鸡冠形状，乃有鸡冠山之名出现。然当地民众却称麒麟山，乃是其中段突出部向麒麟背部及尾部一段末端有一突出的尖山，状似麒麟头上的角，因为轴线转北，形状成倒趴麒麟，其山形可以说是台湾最奇特的。鸡冠山的突出部分是由珊瑚礁岩组成，具抗侵蚀能力而日渐形成的突出山脊。此部分属海象沉积岩地形，因造山运动由海底隆起，故山上岩层中布满了贝类、海胆、珊瑚藻等化石。好了，我们就由这里出发了，这里就是登山口。我们现在看到右侧这个岩壁，就是居民口中的麒麟尾。这一大片的岩壁相当的壮观。我们从登山口走上来不久，就会遇到一条岔路。我们还是沿着这条阶梯步道前进。右侧这条小径好像是新开发的，我刚才有去探了一下路，好像去竹园，可能是当地的农路，所以我们不走那里，我们续行步道。鸡冠山因为远离高雄市区，虽然山形独特，但来访的人并不多。我们可以看到步道这里有风化的岩层，这个就是这片岩壁所风化掉落的岩层，在这些岩层中可以看到化石。往后看步道，这片岩壁真的是蛮壮观的。经过刚才摊方路段，请尽速通过勿逗留。目前步道因为比较少人走，几乎呈半荒废的状态，行走时请小心。又来到一处岩壁，这里有导图，不过这都有踩踏过的痕迹，应该是多多少少还是有人来走。走过来不久，又遇到一条岔路，我们走直的。左边这里整个都荒废了，所以我们不走。鸡冠山属于焦山型的，海拔不高，所以蚊子相当的多。在夏天来爬的时候，蚊子相当的恼人。我是建议冬天的时候来走比较好。
这条步道的状况不是说很好，这里有一棵倒树，穿越这棵倒树又会接上步道。当地的民众山友有把它喊出一条路了，所以行走还算 OK。步道夹杂着林间，步道夹杂的竹林间，竹林间很容易产生蚊子。沿路走来，恼人的蚊子一大堆，飞来飞去。这里有一个岔路的指示牌，等下我们会往鸡冠山的方向前进。鸡冠山多年前曾来爬过一次，现在的路径比以前还差，一年不如一年。这里有一条岔路，右上往鸡冠山。我们要先前往鸡冠山，直行的话，可能我们等一下从那边回来，看路况啊。如果路况不好的话，我们会走马路回来。所以我们循着这条登鸡冠山的路线上去。这条往鸡冠山的登山步道应该有重修过，因为它改用了塑胶站板步道。这种塑胶站板步道的好处是它比较耐用，比较不会腐朽。木板的话就很容易腐朽凹掉。这里还有一个岔路，左边我们那边就不取了，左边我们就不取了，我们走直的这个方向走过来。它这里有个指标，直行登顶。我们在步道往左上方的方向看，那里就是鸡冠山的最高峰了，也就是鸡冠山。我们走到步道的半道的终点，这里换接土石山径，可能要小小的攀爬往鸡冠山。这里附有拉绳，我们就小心翼翼的爬上去吧。走往鸡冠山的路径也是不是相当友善，因为夏天的关系，草也是蛮长的，但不妨碍行走啦。我们走上来后不久会抵达林线这个位置。我们先取左往主峰，从这里走过去，往主峰路径比较差。如果去左行，依拉绳的方向过去，可以往副峰。不过我们这次先往主峰，走这里。往主峰的路径好像不是很好走，我们来走看看。走这里要小心一点。走过来没多久就会遇上小攀爬区，从这里攀爬上去就是主峰了，鸡冠山的主峰。我们快要抵达主峰了。主峰这里的地形都是珊瑚礁岩地形，再攀爬这一小段，上去应该就到了。前方就是主峰了，鸡冠山的最高点。行走时请小心，左右两侧都是悬崖峭壁。好了，我们登顶主峰，这里就是鸡冠山的主峰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们已经登上了鸡冠山的主峰了。这里的展望非常的棒，我们来绕一圈，让大家欣赏这里的风景。不过这里行走的时候要小心，它左右两侧都是断崖，我们小心即可。这里的展望真的是很不错，很建议大家
冬天的时候来走，不要夏天。夏天的时候蚊子很多，不建议。好了，我们赏景完毕，就准备原路下山了。原路下山的时候，请小心，这里的草长蛮长的，要小心看踏点。好了，我们就顺着原来的路下山了。我们回到原来的步道口这里了，步道岔路口，我们再来取左往富峰。好像快到它的山顶了，再继续慢慢走过去。我们抵达鸡冠山了，这里的展望相当的不错。有360度的环景，这里富峰啊，步道以富峰为山顶，可是真正的鸡冠山就在前面那一座。登壁富峰后，我们原路走下来，又回到原来的主峰岔路口。我们取直续行步道下山。我们回到这处岔路，我们取右续行。我们要往金山，这条步道也是还好，我猜应该还是可以走的。这条步道虽然看起来蛮荒废的，但还是有在利用。从这里走过去可以连接金山，这里有一条岔路口，不过左边这边已经封起来了，所以我们取直续行。老实讲，这条步道的景观地质都算不错，可是不晓得燕巢区公所都不维护，这是蛮可惜的一个地方。这里一个地名叫猴仔坪，以前可能有猴子出没，不过现在连半只猫也没看到。猴仔坪过后不久，整个步道就拆掉了，以前的木栈道荒废得很严重，所以整个都腐朽了。所以要走这些废弃的木栈道，我猜可能有要重修了步道吧，不然怎么会特别整理？这里有刚整理的感觉，应该是要重修步道。希望它重修后可以带动燕巢地区的观光。再又接上了修理完毕的塑胶栈道，再顺着栈道续行。走过来就是凉亭了，这里也有指标。我们刚才走的这个方向就是登顶步道，我们往麒麟清泉的方向走。这里一个算是应该是废弃的凉亭了。在凉亭这个位置是展望大冈山一处非常好的位置。不过它前面的视野，它前面的障碍物太多了，所以辽阔性不足。现在我们看过去的方向，前方那两座山脉，前方那两座山，左边就是小冈山，右边就是大冈山。接上凉亭之后的步道都是水泥路，水泥路蛮干净的。跟刚才荒废的步道差的108000里。我们来到这个岔路口，我们会先往左上，前往金山的土根点。我们先走这里这里有这里停了一台挖土机，想必区公所要整理步道了。我们登顶金山土根点后，我们会回到原来这个岔路口。再取直续行，我们先往土根点的方向前进。因为这条步道在整修，所以原来的栈道被拆除，所以我们要自行爬上去，从这边爬上去。如果它步道整修完毕之后，自然就有步道可以走了。因为这次没有
所以我们只能爬上去。上面就是金山的图根点了。我们抵达金山了。金山的图根点在左侧这边。金山又称麒麟山，标高210公尺，立有土地调查局图根点，测科214号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们已经登顶了鸡冠山。鸡冠山又称金山，标高210公尺，立有土地调查局图根点，测科214号。山顶原来建有栈道，不过现在因为整修步道拆除了，现在整个鸡冠山蚊子非常的多，我不太建议夏天来走鸡冠山。好了，我们离开鸡冠山了。现在蚊子真的是非常的多，我们要赶快离开这里。下山的时候小心一点。因为它这里蛮陡峭的啦。我们回到挖土机这里了，我们取左往下走。我们等一下准备回鸡冠山休息站停车场。我们可以看到右侧那里有一座木造平台，不过都荒废了，所以我们就不过去了。我们再续行这条水泥产业道路。我们可以看到旧时的驳坎叠石，这里可能以前有在耕种，或者有人在这边住。右侧的小山丘也有一个木造平台，可是都荒废了。我们不上去了，我们再续行。我们会来到一处岔路处，我们还是一样取直续行。右侧这条步道已经封闭了，不可以走了。它这个岔路口有一个旧的鸡冠山步道导览。我们是从这里，应该是从这里出发，走来这里，之后走这里，现在在这里，我们现在要走这样子绕回来，完成一个类似小型的欧轴啦。我们走过来后会看到一处岔路，我们还是往左边这个方向走。它有写夫妻树150公尺，开光坪200公尺，这些可能都无法行走了。现在我们走回鸡冠山休息站的道路就是产业道路了，就顺着这条慢慢的行走，会接上刚才上来的步道。前方这里有一条废弃的登山道路，左边这里我们不取，我们续行产业道路。我们接上了往鸡冠山休息站的步道了，我们取左往鸡冠山休息站。行走这条水泥产业道路的时候，请小心一点。这些水泥产业道路都有长青苔，如果鞋子抓地力不好，会很滑。我们回到了登鸡冠山的岔路口这里了，这里往鸡冠山的主峰，我们刚才走过去了。我们要回休息站就取直续行。这个方向就可以看到陡峭的鸡冠山的。现在我们要赶快走回停车处，因为这里的蚊子多到吓人。好了，我们已经回到了登山口了。鸡冠山的蚊子真的是超级多的，有够恐怖的。好了，我们今天鸡冠山之行就到此结束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谢谢。